欧盟成员国外长周一在卢森堡召开会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后称，石油将可能是继煤炭制裁后欧盟下一步对俄制裁的领域之一。但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在对俄石油禁运问题上存在分歧，因为欧盟所需25%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依赖从俄罗斯进口。外界普遍认为，在是否将石油和天然气纳入对俄制裁问题上，德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对俄能源高度依赖的德国一直对此表示反对。而就在欧洲各国考虑是否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油气的时候，作为欧盟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已经准备好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今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总统令，位于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客户如果要购买俄天然气，必须以卢布结算，而不能用美元或欧元。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周一表示，使用卖方的官方货币并不违反欧盟的制裁。西雅尔多指出，2021年9月，匈牙利能源企业 MVM 的子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包括了使用非欧元货币支付的选项。而对于欧盟敦促成员国使用欧元或美元购买俄天然气的要求，西雅尔多强调，匈牙利的石油和天然气非常依赖俄罗斯，匈牙利反对这种联合一致的支付方式，认为这个问题应由每个国家单独决定。匈牙利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付款办法不关欧盟的事，匈牙利会在5月底前完成第一次付款。根据匈牙利与俄罗斯签订的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预计每年向匈牙利提供45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35亿立方米经由塞尔维亚运输，10亿立方米经由奥地利运输。上周三，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表示，匈牙利以卢布结算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没有问题。匈牙利执政联盟在本月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意味着总理欧尔班赢得连续第4个总理任期。欧尔班执政期间寻求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他在此次选举期间曾承诺将确保匈牙利居民获得充足的天然气供应，并誓言让匈牙利远离这场与自己无关的冲突。他曾透露，匈牙利国85%的天然气和60%的石油依赖俄罗斯供应，因此他不会制裁俄罗斯能源，否则匈牙利经济会陷入停滞。匈牙利只会根据本国利益行事。欧尔班上月还曾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禁止通过匈牙利领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本月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公共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向欧尔班施压称，欧尔班必须在莫斯科和西方之间做出选择。而就在北约成员国匈牙利开始唱反调的时候，芬兰和瑞典这2个欧洲中立国的立场发生明显转变。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一称，北约上周举行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议题。芬兰和瑞典外长也参加了会议，两国可能最快于今年夏天申请加入北约。芬兰总理桑纳马林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鉴于欧洲安全环境变化，芬兰必须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芬兰和瑞典有意加入北约，只要他们提交申请，就将得到所有30个北约成员国的批准，从而相对较快地加入北约。瑞典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历来反对加入北约，被视为瑞典提出加入北约申请的最大障碍。不过，社会民主党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瑞典安全态势发生根本改变。社会民主党将展开一场内部安全政策对话，调整其对最新安全局势的评估，加入北约议题可能被纳入其中。芬兰和瑞典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其中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长约1300公里的边界线，是欧盟成员国中与俄边界线最长的国家。苏联解体后，北约曾多次拉拢两国入伙而未果。有分析指，如果芬兰加入北约，这将是多年来欧洲安全架构的最大变革，因为芬兰与俄罗斯接壤，地理位置比瑞典更为靠近俄罗斯。在美国主导下，北约自1999年以来先后5次东扩，成员国从16个增加到30个，向东推进1000多公里，直抵俄罗斯边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抨击说，北约进一步扩大，包括让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无助于欧洲安全。北约更像是一个用于对抗的工具，而不是保障和平与稳定的联盟。基辛格博士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作为美国的敌人是很危险的，但作为美国的盟友，那可能是致命的。你像欧洲啊，这样一个不光是乌克兰，实际上整个欧洲这次是可以说是俄乌冲突的最大的受害者啊。那个欧洲的经济，它不仅是遇到现在通货膨胀啊、能源价格、粮食价格的高企啊，它很多陷入滞胀，有些国家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债务危机啊等等吧。
现在呢很清楚啊，这个俄乌冲突为什么一直停不下来，主要都是原因也是由于美国的领导的所谓的北约的东扩。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政府12号宣布，继续对俄罗斯追加经济制裁，将包括俄总统普京2个成年女儿在内的俄方398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对象。此外，日本还将从19号起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部分物品，包括伏特加等酒精饮料、部分木材、机械类、电子器械等共38个品种。这些品种最近年进口额合计约160亿日元。